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森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新西兰生活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种爬藤西葫芦，我们也称它为韩国西葫芦。前两天呢，我在韩国店看到它卖45刀1公斤，非常贵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先买一根来尝尝。如果喜欢，明年我们就可以自己种2棵。它皮薄肉嫩，口感好，而且种起来呢也不难。它是我最喜欢的西葫芦品种。今天呢，我就想分享给大家。春天的时候，我在奥克兰东区的韩国店 One Market 买了2棵苗。在缓苗的时候呢，有一棵就被鸟啄了出来。那幸存的这一棵呢，经过2个多星期的生长，已经开始准备爬藤了。我们在买苗的时候呢，它牌子上写的是 Green Pumpkin 绿南瓜，其实它就是西葫芦的一种。西葫芦现在的品种很多，有矮生的，也就是不爬藤的，还有呢半慢生型和慢生型。我这个品种呢，显然是爬藤的慢生型。从表皮的颜色上分呢，又有深绿色、浅绿色、青白色、黄色。我这个品种呢，属于黄绿色。今天我们把下面的老叶枯叶修剪掉之后呢，还要稍微给它修一下侧蔓。大多数西葫芦的品种呢，它的主蔓优势明显，侧蔓呢不多也不强壮，主要是集中在主蔓上结瓜。像我种的这种慢生型的呢，它的分枝能力很强，而且侧蔓很强壮，也会结瓜。我的这个架子的面积并不大，所以适当的修剪是非常必要的。像这根朝里长的侧蔓，它旁边并没有架子供它攀爬，所以我会毫不犹豫地先把它剪掉。这2根小的侧蔓呢，我决定留右边的，把左边的剪掉。因为左边的架子的空间不够，我会尽量让它往右边爬。要注意的就是，我们修剪的时候要选择晴朗的上午进行，这样呢伤口容易愈合，而且呢一次不要修剪的太多。我们修剪主要有2个目的，第一个是不要浪费营养，集中做果；第二个就是节约空间，好打理。所以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，随着西葫芦的生长呢，进行适当的修剪。如果修剪的过分了呢，它的雌雄花的比例呢就会严重的失调，最后呢又会影响结果的数量，这就失去了修剪的意义。当雌花的花蕾开始发育，西葫芦开始准备结果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会给它追1次肥。今天我会用到2种肥，一个是雪谷粉，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效的钾肥。我的瓜果类蔬菜基本上在追肥的时候都会用到这2种肥，特别是钾肥，它还可以改善瓜果的口感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小菜筐里的土呢有一些下沉，所以我就把肥料直接撒在土壤表面。然后离开根部一点距离，覆盖上土就可以了。这样既追了肥，又可以顺便培一些土。像这些没有用的卷须，我们也可以把它修剪掉。西葫芦的产量很高，而且又含有丰富的钙质和维生素，好吃又营养。而且呢，它种植起来也很方便，对土壤呢也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加足底肥，在生长过程中追1到2次肥，就可以采收很长时间。在种植过程中，唯一要预防的就是白粉病。西葫芦喜欢湿润，不耐干旱，在高温干旱的条件下容易生病。而且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，又容易生白粉病。
今年呢，我知道很多朋友种的矮生的西葫芦白粉病非常严重。要想预防白粉病呢，首先我们从幼苗的时候呢，浇水就要注意了。每次浇水的时候呢，尽量浇在根部，不要直接用水管洒在叶子上。每次浇水的量也不要太多，保持土壤湿润就好。而且呢，最好选在太阳落山前的2个小时。这样在太阳落山之前呢，还可以让土壤和叶子表面的水分蒸发一下。同时，发现病叶呢要及时的剪掉，这些呢都能对预防白粉病起到一定的作用。再有呢，就是选对品种。我这种爬藤的呢，比那种矮生的不爬藤的品种的白粉病的发生几率就小很多。这棵雌花呢没有雄花授粉，所以我就把它剪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好要种2棵西葫芦，这样呢授粉的几率就会大一些。我喜欢这个品种的西葫芦，不仅是因为它分枝能力强，产量高，像这些小的分枝呢，上面都有雌花，而且呢，它的口感非常好，肉质呢软而不酥，非常适合用来炒着吃、烤着吃，或者呢做汤。而且呢，它的皮很薄，水分含量适当，用来做馅呢也不会出很多水。所以这个品种的西葫芦呢，是我每年必种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大一点的给采摘了。很多西葫芦呢，稍微大一点就会变老，皮呢就会变硬，但是这个品种呢不会。那么它的采摘期到底有多长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1个月后的样子。它居然从主蔓的下半部分又长出了带雌花的侧蔓，这个侧蔓呢，我会保留下来，让它继续结瓜。下面2个黑色的盖在根部的塑料盆呢，是为了防鸟。每次我加完肥呢，鸟就会过来刨，这样呢很容易伤到根部。我另外1棵西葫芦苗就是这样牺牲的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呢给它盖2个小花盆，感觉效果还不错。上面的主蔓，我把老叶枯叶剪掉之后呢，看上去光秃秃的，好像已经枯萎了。其实主蔓的上半部分呢，还在继续生长。当它长得超过架子之后呢，我会把蔓的顶端打掉。它还会从下半部分分支出侧蔓，再追1次肥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一直能够采摘到深秋。所以如果你看到它叶子黄了，近枯萎了，千万不要把它拔掉，加点肥，给它点时间，你就可以收获到第2批西葫芦了，是不是产量特别高？这些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如果你也喜欢，明年就尝试着种2棵吧。同时也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